收获良多，便是回来都不言明我正身，就这般毫无提防的靠近吗？灵儿的小脸一垮，下意识的就想要装哭卖可怜，但又立刻想到了什么，底气十足的道一声：若此地站着的师兄都非师兄，那我就算再小心谨慎，他也是活不了。你倒也说的有几分道理。这次确实成长了许多。灵儿喜滋滋的一笑。还有啊，刚才那个抱抱也是替云霄姐姐带给你。糟了，说漏嘴了。你们相见似乎也是许久之前。灵儿眼珠一转，立刻错开话题。师兄，我得了这个宝贝，看。一颗人参果被灵儿捧在手心。师父吃了这个东西可以增近5万年寿元，人家在镇元大仙那里求来的。灵儿忙将镇元大仙给人教小法师的回信另一枚玉符塞到了李长寿手中，丢下了一句：我先给师父送过去啦。一溜烟的就跑去了奇缘老道的草屋。哼，这个丫头果然也是不愿意看我与云霄仙子进展太快。李长寿负手轻叹，转身回了丹房中，看了眼玉符中简单问候的客套话，心神挪去了南州之地。有秦玄雅上天之事，李长寿已经决定向后推迟，无他，要给玄雅造势宣传，必会闹出各种动静，就会出现许多风险。如今己方大佬玄都大法师不在5部洲中，最稳妥的选择就是要减少这般事务。虽然天庭招兵计划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算太大，就是少了一些宣传的效果，也能让有秦玄雅的实力再提升一小节。南州俗世，那座李长寿已经执教了半年的书院中，假装休息的指导人睁开眼来，竹屋外，3名少男正在修行落石术等实用小法术，3名少女在远处竹林中朗诵诗词，而竹屋角落的那个凑数的正在伏案写着什么。李长寿站起身：小佑啊，为何不去练习法术？少年杨天佑连忙站起身：回先生，我在温习术法，这几门法术我都学不会，只是给大家拖后腿。那也要学，以后也能有一个防身的本领。事在人为，莫要轻言放弃。李长寿鼓励他2句，便对外招呼一声：有明，带小佑过去。好嘞。华有明2步就跳了过来，咧嘴笑着。杨天佑连忙向前喊了几声大哥，像是小跟班一样跟在了华有明的身后。李长寿不由眯眼轻笑。再有1年，华有明的妹妹就要出生了，就是玉帝陛下点名的要普通角色，同样应该就是杨戬之母。若此地这个杨天佑会是自己所知的那个杨天佑，一场跨越凡俗的姻缘也就能解释过去了。当日留下他们7人时，李长寿本没有在意这个名号，也是隔了几日修行时突然想到了这杨天佑是谁。为何有意说杨天佑乃天庭金童转世？李长寿仔细地想了想，且在天庭暗中查证过，这杨天佑只是一个普通凡人，没什么根脚，资质也不怎么样，估摸着应当是玉帝陛下倒是不忍阻止妹夫，就暗中给杨天佑加了一点根脚，如此也好顾全天庭威望，玉帝颜面。嘿，真说起来，这杨戬的故事也是挺惨的。父母生了杨戬兄妹3人，大哥和父亲一起死在了天兵手里，母亲被镇压在桃花山下，杨戬自己带着妹妹孤苦伶仃，艰难拜师。李长寿也记不清楚有关的细节，而且二郎神的传说也是众说纷纭。有一说，杨戬劈山救母时，将母亲救出了桃山，
但是母亲被暴晒而亡，故杨戬对天庭怀恨在心，虽得天庭封赏，却对自己舅舅怀有恨意，写下一句听调不听宣。这里有一点是李长寿此前早就关注到的，且格外在意的。杨戬是得了天庭神位之后入的封神之劫，跟随师父玉鼎真人护持周国。当然了，这些都是原本的故事了。北距泸州西南部边界，妖族聚集之地，比起几十年前，此地已经是完全变了样貌。大地干裂，山泉断流，各处都是死气沉沉，不少山头都已经化作了一座死山。无他，此地汇聚的众妖抗天而行，为天道所恶。天庭各权职部门搞的那些节目，除却测神殿之外，都已不再连续发力。毕竟折腾久了，这些妖族的皮就厚实了。妖族的众高层当真是没有想到，这天庭竟如此能忍。最初发讨天檄文，天庭各种手段反制，就是不发兵讨伐他们妖族。而后北周之战，天庭派大军参战，妖族一方被骑着白泽的水神搞崩了心态，非但没能打疼天庭，反而把自己打的是心肝乱颤。他们需要一次大胜，而后夹带盛世与天庭谈判。逻辑很简单，过程也可以很清晰，但天庭那个水神却是全然不给机会。地下一座大殿中，陆压斜靠在宝座上，身前悬浮着妖帝印玺，用手掌扶着额头，面色无比阴沉。水神，斗神不斗世，斗仙不斗圣，白泽。突然间，大殿角落传来一声轻笑，两道身影自阴影之中走出。一道有些娇小的身影停在角落，并未向前，斗篷之下露出两缕银发。另一名老者直接掀开斗篷，快步到了宝座之前，拱手道：太子殿下，贫道已想出破局之法。陆压双目有些无神，这老道笑道：殿下，咱们何不从天庭另一位权神身上入手？水神确实难对付，但他终究不过是3阶正神，而天庭中还有一位2阶正神木公。这才半年多，李长寿就明显感觉出这7个少年越来越难教了。下午时，李长寿讲解一些凡俗之中较为出名的文章，就被问得差点答不上来。还好稳妥起见，此前已经是跟白泽详细的备了课，考虑到了这些小家伙可能会问的各个问题。待日暮西斜，李长寿将华有明与夏凝霜留下打扫书院，就飘然回了自己的住处。这一对欢喜冤家，这半年来打打闹闹，感情倒是比之前好了很多。起码打架的时候，夏凝霜不会对华有明的弱点部位下狠手了。想啥呢？此处专指肋下啊！心神挪回小琼峰，李长寿循着仙石探听到了对话声，驾云朝着湖边草屋而去。师傅，这个果子您就别问从哪儿来的，吃了就好啦。这莫非是什么邪术炼制而成的？长得如此像婴孩，灵娥，你从哪儿寻来的这般邪物啊？这不是什么邪物，师傅您仔细感应一下，这就是人参果，先天就长这个模样，能增进5万年寿元呢。那为师也不用，你自己用就是了啊。哎呦，师傅！不用。齐元不断地摆手，从门边将灵娥赶了出来。为师当真不要这般邪物。师傅！木门被用力地合上，甚至还震出了少许烟尘。灵娥用仙力端着那枚人参果，略微有些无奈。草屋中，齐元老道用仙力布置了好几层结界，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喃喃道：
为师这般拙仙，不值得。李长寿眉头轻皱，师父这个道心当真是有些棘手啊。灵娥鼓着嘴角，端着人参果在那儿出了一会儿神，待发现了李长寿的踪迹，灵娥这才是恢复正常时的活泼模样，转身飞向自家师兄。师父说这是邪物，不肯用，怎么办呀？啊，无妨，师父的寿元还有不少，此时也在天庭任职，又用过了蟠桃。将人参果封入玉壶之中保存起来吧。灵娥乖巧地应了一声，又小声道：要不咱们把师父敲晕了灌下去？这样违背师父的心意，师父很难接受的。李长寿小声道：这个方案保留，以后再议。是，谨遵水神大人令。灵娥俏生生地拱手行礼，当下就想起了刚刚的情形，耳尖都有些发烫。李长寿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此前你我都未正式谈过，今日你可否回答为兄？你对今后的修行之路有何期许，或是有哪般规划？灵娥认真地想了想，在山中修行呀，就是如果能长生就再好不过了，师兄别赶我出去就好。你这次历练也是熟悉了外面的情形，想外出走动，只需提前告诉我一声就可。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了一张纸人，递给灵娥。人心险恶，复杂难明，我本身也会为小琼峰带来几分危险，你还是要多加注意。谢谢师兄。灵娥喜滋滋地将纸人接了过去，想主动表示点什么，却又只是轻吟两声。怎么了？李长寿难得温声问。没事，我回去修行了。灵娥将纸人抱在怀中，就低头转身，从李长寿的身旁绕回了草屋。李长寿有些欲言又止，本想提一提吻字经的事儿，随后就哑然失笑。罢了，这次我自己写吧，也算警醒一下。值得一提的是，这1000遍吻字经最后变成了默诵。灵娥顺利回山之后，李长寿要挂念之事顿时少了一半，日子也越发悠闲起来。于天庭之中处置天庭事务，于书院中督促2位天庭大佬的力竭身搞搞对象。如此又平静了数月。东木公心事重重地寻到了水神府，天降禀告，李长寿心神立刻归于此地的指道人身上，将东木公迎入书房之中。待进了书房后，东木公几次欲言又止，面色有些为难。李长寿笑道：木公这是怎么了？这个……东木公换了一个坐姿，看着李长寿那近几年越发慈祥的面容，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东木公低声道：水神这几日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李长寿正色道：并未听到，可是有诋毁木公之谣言在天庭流传。哎呀，也不是说诋毁，他们说的也是实情，毕竟我也只是普通人族出身，能得天庭高位，不过是因为当年加入天庭较早，还是长庚你出手帮我想了个主意，才让陛下对我有所信任。长庚，我此次前来只是想对你言说，甚至可立下大道誓言，我绝不会在背后重伤挤兑长庚你。那些言语具体如何？是从何处传来的？这个就是说，长庚你早晚要取我而代之，等陛下回天就要变更神位。这些家伙沉寂了这么久，终于出招了。李长寿先安慰东木公几句，起身来回踱步。东木公确实是此时天庭最容易被针对的高位权神，尤其是木公背后并无势力支撑，本身的影响力也颇为有限，修为
此事不可急躁，穆公安心处理天庭事务就是。稍后你我一同去往各处巡查几次。如今陛下与娘娘刚下凡10数年，后面还有较长的岁月，天庭事务需穆公来主持，这般小事也不宜分心。长庚放心，我只是怕你心有芥蒂。你我相交多年，彼此已算是好友知己，只不过因在陛下驾前做事，你我不好太过亲近。穆公，若是有什么令你为难，且我力所能及之事，敬请言明。东穆公差点就老眼一红，叹道：多谢长庚体谅，若非长庚你相助，何来我今日？当下李长寿又安抚了东穆公几句，做了做心理疏导工作。穆公来时忧心忡忡，离开时却是面色红润，挺胸抬头，像是在水神府中重新得到了身为男仙的自信。妖族还是西方呢？李长寿坐回书桌之后，静静思索对策。这种事还真是没什么好法子。对方搞东穆公的心态，我也只能尽量去安抚。穆公有点自信不足，这实属情理之中。我总不能带着穆公去兜率宫中拜见老君拉靠山吧？若真如此，玉帝陛下或许又会对东穆公和我有些忌惮。其实比起这个，李长寿更在意到底是哪些仙神最开始在天庭之中散播这般消息。他想到了那一块谣言毁灭机天威石，但细细思量，在陛下回天之前，不宜将此事闹大，否则天庭不稳，会生出更多的事端。全臣的烦忧啊！